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A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最新手机 Samsung Z Flip 7。那过去几年呢，还蛮常跟大家分享我的手机心得、使用心得。那去年没有分享，不是因为懒，就是没有换手机。那今年呢，为什么想要换手机？所以今天呢，要趁我的手机快要因为是 trading 嘛，所以要赶快寄回去。在寄回去之前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上一支 Z Flip 5，然后跟最新的这一支 Z Flip 7，它们两个之间的差异，为什么我不换第6代，换了第7代？然后还有第7代的一些新的优点，然后还有一些推荐的地方。另外呢，就是我想要在开始之前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4年来好像换了4支折叠手机，那我都是用多少钱买它的？你觉得值得吗？那我们来开始吧。首先呢，在2021年的1、2月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换了第一支折叠手机，是三星的 Z Flip 5G。那时候刚推出一些5G 的手机，然后呢，那个时候其实它不是刚推出我就马上买，它是2020年的就是7、8月，固定 Z Flip 系列就是在7、8月的时候上市的。那我为什么会延宕了大概6、7个月？是因为我就是一直在观望。一开始呢就觉得说手机有一点贵，后来我就发现我的前身，我那时候还是在用 Samsung 的 S9，那支用了2年多，我就觉得说那支已经不怎么值钱了。没想到呢，就换新的一个方案下来，那支居然还值$400，所以就是那个节奏下呢，我就花了大概$784，对。换了人生第一支折叠手机，那时候真的是还蛮有感的升级嘛，毕竟第一支折叠。然后接着呢，同年大概过了几个月后，推出了第3代，没有换，因为我觉得一来是我还蛮喜欢我那个外观的，然后二来就觉得说也太快了嘛，我没有特别去看说换机到底要多少钱，完全没有想过要换。隔了1年，就是2022年的7、8月，我那时候呢就打算要换 Z Flip 4，主要呢是因为它的配套措施。我原本那一台其实也都好好的，主要呢就是因为它呢，我那时候Z Flip 4就是用5G 去换第4代嘛，第2代换第4代也是折$400，但是呢，它还有额外附加了很多的好处。怎么说呢？我那时候最后呢，含税价是$601，但是我除了拿到一支最新的第4代折叠手机，我还拿到了2只手表，所以你说划不划算？那时候，但是那个手表那时候是出 Watch 5吧，我记得，但是我是想说可以换2只，所以我就降规格，我自己换了前一代的 Watch 4。所以就是不是同年出的最新款的手表，是去年款的，但我觉得没差啦。就是你知道手表这个东西已经有一定的成熟度了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可以用就用吧。再来过1年呢，就是2023年，就是我上一支影片，那时候呢我原本也是没有打算要换的，因为我想说都还好好的。可是我看到那个价格，我那时候上一支影片有跟大家讲，就是价格非常之好，就是 Z Flip 4换 Z Flip 5呢，它本身的价值是900块，然后我最后呢实际上付的价钱是$47.69，含税后，所以呢基本上来说就是花了50块以内呢，从第4代换到第5代，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之好。我那时候就这么天真的以为会一直有这么好的价格，所以去年呢，就是原本以为去年7、8月就准备我要来换手机了，结果可惜没有办法如愿，因为去年呢就是5换6呢，它的就是还是需要付大概$300-400，然后当初就想说，第一个是没有换5换6没有换6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觉得它外表还是长差不多。然后第二个呢是，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升级，它那时候唯一升级是它的相机的画素，还有那个时候呢推出了 AI 的手机，所以手机会有一些 AI 的功能。但是老实说，如果要用 AI 的话，我也可以去下载，就是像是 ChatGPT 这样子的 application，所以我觉得我并没有一定要换手机。
然后呢，接着就是今年。那为什么今年要换呢？其实今年呢有蛮多大改的，因为其实外观上很明显就有看出来不一样。这是第7代的，第7代就是它下面的这边呢都是有，下面这边都是有萤幕的，它变成一个全萤幕的外框，然后它的外萤幕有加大，内萤幕主萤幕也有加大，原本是6.7寸，然后现在变成6.9寸，多了0.2寸，所以基本上它里面2个的萤幕是有差的，就是这样子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得出来？然后呢，这一只旧的这一只呢，它比较窄，然后新的这一只呢，它变比较宽，然后同时它也比较轻薄。重量我觉得好像其实是差不多的，加上呢，它的这个折痕，它这折痕呢，在第7代的时候，我觉得它已经做到了一个极致了，可能还可以再更好，但我已经不想要强求它了。我觉得已经做到了，我目前看不太出来它的折痕了。然后同理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第5代。第5代呢，基本上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中间已经变成一个雾茫茫的地方了，因为这个呢，就是它的那个萤幕保护贴在某一时刻开始，它要准备脱落了。然后我一直想着，再过1个月我再要换手机，所以我也懒得去换这个保护贴。除了萤幕加大呢，还有就是相机的差别。就其实老实说，如果你今天是很注重就是相机的话呢，我觉得你如果注重相机画素，就不要买折叠的这个 Z Flip 系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给的相机就是都很烂，它3颗镜头都超烂。就是你以为就是他说什么主打，就是女生可以自拍啊，或者是你可以放在远远的地方架着，因为它就是等于它是本身手机就是脚架嘛。就是都是屁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给的就是超烂的啊。他当初第5代那一支，它的主镜头是1200万画素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。我记得很久以前的傻光相机就是1200万画素了。然后你看现在的最新的旗舰机 S25H， 它是2亿画素，我都不知道2亿画素是怎么样的阶段，因为没用过，我都是用这种。它现在的升级到5000万啦，主镜头变成5000万画素，他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升级。因为我都常常觉得是不是我把荧幕弄得很脏，它都拍不清楚，你知道吗？反正对，如果你今天是很注重相机的，但如果你今天都是拍一些美食啊、近照、自拍啊，那都还可以。就是这边给大家一个小建议。然后再来电池的部分呢，在第7代的时候，第7代就是看到了吗？第7代它这个大萤幕嘛，它的萤幕变大了，所以相当对，它的亮度也变强了，所以它的亮度变强，萤幕变大，它是不是比较耗电？所以它的电池容量增加是比较合理的嘛？它从4000毫安培小时变成4300，多了300。我是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差距啦，就是这1个礼拜用下来，我觉得有差那么，就是感觉说它其实是可以撑到1整天的。主要的情况下是我没有玩游戏，就是过去也蛮多人问我说，我这次可以拿来打游戏吗？我觉得以它的荧幕 refresh rate， 就是荧幕更新率，是 OK 的，因为它是120。萤幕的大小也是 OK 的，因为它现在变宽了，我觉得非常适合。如果你是想要打游戏的，我觉得萤幕变大跟变宽是好。但是它的效能跟它的电量，我觉得第一个，你电池呢一定要携带行动电源，就是对你绝对说它可以让你变小嘛，体积变小，可以放在口袋里，但是你如果是长时间在外面奔波的人，你一定要带行动电源。然后加上呢，它最近的这一支第7代，它过去都是用 Qualcomm， 就是高通的处理器。它这一支呢，它用了他们自家 Samsung 的处理器。然后很多人用跑分，然后发现跑分不佳。我自己是觉得我对这些没有很敏感，因为我就是没有在玩游戏嘛。但我觉得真的这支不适合打游戏，你打游戏你就不要买折叠手机，是它其实还蛮容易发热的。我觉得过去其实折叠手机都有这些问题啦，就是第一个是
尤其是你在开2个荧幕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用到一个功能，就是说你想要自拍，然后你想要用外镜头，因为它里面的那个镜头是只有1200万画素的，是1200万，原本第5代的好像只有1000万画素而已，它现在有升级到第6代跟第7代都是1200万画素。反正就是，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外面的镜头，有到5000万画素，所以如果你想要自拍，你可以用外镜头。那外镜头你通常呢没有办法看到自己嘛，就是如果你像一般的手机，你架着你没办法看自己。这支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看到你自己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用外镜头拍，然后你又想要看到自己长什么样子的话，或者是你的朋友有没有进到视窗里的话，这个是它的一个好处。然后再来呢是其他的一些小的应用程式的升级吧。我在第5代的时候，我没有在用小萤幕，因为小萤幕它的选择性很少，就是大家都会说什么他们喜欢不要打开手机用外面的萤幕，但是在第5代的时候，它可以使用的应用程式，就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我里面只有这3个应用程式，但其实也不是说我只装了3个，因为它可以选的就很少，它总共可以选的就这几个，这样总共几个？2、4、6个而已，总共只有6个应用程式可以选择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的应用程式要下载了，但是基本上我没有特别去研究。反正在第7代的时候，它直接可以提供给你的是无限制的，就是你手机有下载什么的应用程式，你都可以装上去。这是我目前有在很频繁用的一些应用程式，我就放在上面。然后它的就是编排逻辑也比较合理，所以我觉得它除了变大了以外，它整个外萤幕的你可以做这叫什么客制化呢也更多。然后你可以使用的功能也更多，但我有实际测试过，就是说他有说，因为他这些都是你知道测试的一个模式，所以他不保证所有的功能都有的。那我那时候测试，我在打字的方面，有时候删除键是没有办法删除，就是你打错字，你一直没有办法倒退，你就一直打一直打，所以这是其中一个我觉得。可能有待时日，他们会有做软体上的升级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 AI 的部分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第7代有的啦，因为我没有第6代的手机。那第7代他们有多了一个新的功能，就是它可以即时翻译，就是你知道，我可以讲一个中文，然后翻译成英文，或是翻译成其他的语言。然后给对方，然后对方也可以听到了以后呢，再回复过来。这个是其中一个 AI 的即时功能，它是内建的。那以上差不多呢，就是我对于第7代的，我觉得褒多于贬吧。就是我其实对于这次的更新还蛮喜欢的，但是老实说，就是还是有一点贵，因为它在这一次呢出了一个新的比较便宜的版本，很少人在介绍那个版本。那个版本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有点像是第6代吧，就是过去的版本。因为第一个是那一只手机，我只知道美金的定价了，它就是定价上便宜的100块美金，然后它的荧幕是旧的，就是它也是那种有刘海、有胡子跟刘海的，就是荧幕，然后就是框框边边比较大的，然后对，我不知道里面还插了什么，它可能配置上像是处理器啊，或者是一些可能会比较烂一点，对，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能没有那么值得。然后以后未来呢，可能也会考虑不要那么频繁的去换手机，因为我刚刚一开始开头讲了嘛，4年换4只手机，这只手机我考虑用2年啦。然后对，所以6年用4只手机好像也是有点频繁。如果换手机的成本可以低一点的话，我愿意每年换。但是目前来说，我应该算是比较便宜的啦，因为我相信在其他国家要换到这么便宜的价格，可能不太会有这个机会。然后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以目前来说呢，这只手机我还蛮满意的，我觉得可能可以撑到3年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
有问题欢迎留言。然后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拜拜。